结婚3个月，周明就跟妻子林兰提出婚后 AA 制，各管各的钱。林兰虽然疑惑，但是后来也同意了，觉得这样既公平又独立。可当婆婆突发疾病需要手术费时，全家的目光却齐刷刷投向了林兰。你是媳妇，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周明理直气壮地说，当初说好财务分明的是他，如今道德绑架的也是他。林兰看着眼前的一家子人，心中冷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兰和周明的婚礼刚过去3个月，他们的新婚生活本该甜蜜美满，但周明一个提议却打破了这份宁静。老婆，我觉得咱们结婚后钱还是各管各的比较好。周明一边刷着手机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提出。林兰手里的咖啡杯顿了一下，为什么突然提这个？你看，现在很多夫妻不就是因为钱的问题吵架离婚吗？我觉得钱各管各的，消费也 AA 制，这样最公平，也能避免不必要的争吵。周明放下手机，一脸认真。林兰皱起眉头，虽然两人都是上班族，但他在外企工作，月薪比周明高出一大截。各管各的，这是什么新潮婚姻观念？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清楚？林兰试探着问。周明立刻握住她的手，当然是一家人，但现代婚姻就该更独立一些。再说了，我有个存钱计划，想攒钱换个大房子给你，算是惊喜。看着丈夫诚恳的眼神，林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头同意了。毕竟他们感情一直很好，或许这只是周明的一种新式婚姻理念。可是婚后的生活很快让林兰发现了不对劲，家里的油盐酱醋、日用品几乎都是她买单，就连周末外出吃饭，周明也总是巧妙地避开付款时刻。而当林兰提出共同开销时，周明总是说，我这个月刚好资金周转有点紧，下次我来吧。这个下次似乎永远都没到来。一天晚上，林兰洗完澡出来，发现周明正在阳台上打电话，神情严肃。放心吧妈，我这边有存款，您别担心。听到这里，林兰不由得愣住了。等周明挂完电话，林兰忍不住问，你妈怎么了？需要用钱吗？周明明显有些紧张。没什么，就是我妈想买个新电视，我说我来出钱。林兰点点头，没再追问，但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丝疑虑。周末，两人回周明父母家吃饭，饭桌上，婆婆笑眯眯地看着林兰，小明最近工作挺忙的吧？都没时间陪你吧？林兰礼貌地笑笑，还好，他确实挺忙的。婆婆又转向周明，眼睛一亮，小明，你都攒了不少钱了吧？准备什么时候换套大房子啊？这话让林兰心里一动，周明却显得有些局促，支支吾吾道：“还在规划中，等攒够了首付再说。”饭后，林兰帮着婆婆收拾碗筷，无意中看到客厅里摆着一台崭新的大屏电视，品牌是市面上最贵的那种。妈，新电视不错啊，林兰随口问道。是啊，小明孝顺，上周刚给我们买的，花了1万多呢。婆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林兰笑容僵在脸上，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。1万多，这个月家里换洗衣机时，周明才说资金紧张，连3000都拿不出来，最后还是他一个人买单。回家的路上，林兰的心情无比复杂。她开始意识到，所谓的各管各的，似乎只对她有效。婚后第6个月，林兰和周明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。老公，
家里冰箱坏了，需要买新的。林兰一边整理账单，一边说道。周明头也不抬，你先用着，等我这个月奖金发了再说。林兰忍不住了，上个月你也这么说。再说，按咱们的约定，家电不该是共同支出吗？我最近手头紧，先欠着，行不行？周明语气明显不耐烦。林兰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：上周你给你妈买的电视花了多少钱？周明脸色一变，你什么意思？那是我孝敬我妈，怎么？你有意见？我没意见，只是觉得奇怪，家里的开销你总说手头紧，但给你妈买电视却这么大方。周明猛地站起来，我给我妈钱是天经地义的，你一个外人管那么多干嘛？这句外人刺痛了林兰的心。婚姻中，她何时成了外人？就在这时，林兰的手机响了，是银行转账短信。她瞥了一眼，发现是公司发的季度奖金，数额不小。周明也注意到了，语气立刻软了下来。老婆，别生气了，这样我这周陪你去看冰箱，好不好？林兰默默点头，但内心已经筑起了一道防线。几天后，林兰无意中发现周明的手机里有几笔大额转账记录，收款人是他的小姑子。晚上，林兰直接问道：你给你妹妹赚了不少钱？周明脸色一沉，你翻我手机？不是，我看到你的支付宝通知了。林兰解释道，我只是好奇，既然咱们各管各的，你给家里人转那么多钱，是不是应该和我说一声？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再说了，她是我妹，帮她一把怎么了？周明毫不退让。林兰深吸一口气，我不是反对你帮家人，但你对家里开销却总是推脱，这公平吗？你就是太计较了。周明甩下这句话，摔门而出。这次争吵后，周明回婆家住了几天。等他回来时，带回了婆婆亲手做的几道菜，说是专门给林兰补身体的。林兰勉强笑着接受了，但在婆婆离开后，她听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：妈，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周明在阳台小声说，那丫头工资高，但太抠门了。婆婆的声音透着不满，你得想办法让她把钱拿出来给家里用啊，我有分寸，您别急。周明的声音低沉，这段对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林兰头上。原来在婆家眼中，她不过是个钱袋子，而周明所谓的各管各的，只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她的一种手段。婆婆走后，林兰默默收拾着她带来的保温盒，心中的寒意久久不能散去。第二天，婆婆又来了，这次是拉着林兰去逛街。一路上，婆婆对林兰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指手画脚，这牌子太便宜了，买贵点的才好。你看那个包，挺适合你的，买一个吧。林兰看了眼价格牌，轻轻摇头，太贵了，不实用。婆婆脸色一沉，你工资那么高，买个包怎么了？我们老周家不会亏待你的。回家后，林兰听到婆婆在电话里对周明说，那丫头太抠了，买个东西都这么计较，也不知道孝敬我们，你得好好管管她。晚上，周明果然找林兰谈心，语重心长地说，老婆，我妈年纪大了，你多让着点，适当买些东西孝敬她，也是应该的。林兰冷笑一声，我以为我们是各管各的，怎么这规矩只对我有效？周明语塞，随后恼羞成怒，你就是太小气了，难怪我妈说你不懂事。看着丈夫愤怒的脸，林兰突然明白，她在这段婚姻中恐怕从一开始就被算计了。婚后第8个月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彻底改变了林兰和周明的关系。小明，你妈突然晕倒了，已经送医院了。
你快来！”电话那头，周明的父亲声音颤抖。周明立刻慌了神，拉着林兰就往医院赶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的诊断结果让全家人都惊呆了。婆婆需要做心脏手术，费用预计10几万。病房里，周明的父亲愁眉不展：“这么多钱，我们上哪儿去筹啊？”周明也是一脸焦虑，目光不断在林兰和父亲之间游移。“小明，你和兰兰结婚后不是存了不少钱吗？”父亲突然问道。周明支支吾吾：“我这边确实有些存款。”但他的欲言又止，引起了林兰的注意。按理说，既然有存款，为什么不立刻拿出来救急？兰兰啊！婆婆虚弱地拉住林兰的手：“我知道你在外企工资高，能不能帮帮妈？”林兰一时语塞，她看向周明，却发现他正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。“妈，您别担心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”林兰只能这样回答。回家路上，周明终于说出了真相：“老婆，我存款不多，而且最近投资亏了一些。你工资比我高，这次能不能你多出点？”林兰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：“我们不是个管哥的吗？为什么你妈住院的钱要我出？”这句话像一枚炸弹，引爆了周明的怒火。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计较这个？那是我妈啊！”林兰冷静地反问：“那你平时给小姑买奢侈品的钱哪来的？给你妈买高档电视的钱哪来的？”周明被问住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第二天，婆家人得知林兰不愿意出钱后，全都变了脸色。“我就知道，娶了个媳妇还不如没娶。”婆婆躺在病床上哭诉：“我含辛茹苦把小明拉扯大，现在他娶了媳妇，连妈生病都不管了。”小姑子也帮腔指责林兰：“你赚那么多钱，出点钱怎么了？我哥对你多好啊，现在他妈生病了，你就这样？”面对婆家人的指责，林兰选择保持沉默。回到家，周明继续给她施压：“老婆，我知道我们说好了各管各的，但这是特殊情况啊。再说了，你工资比我高，帮忙出点钱怎么了？”林兰看着丈夫恳求的眼神，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“好吧，我再考虑考虑。”周明一听，立刻眉开眼笑：“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等我妈出院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”看着他欢天喜地的样子，林兰心中的失望如潮水般涌来。这个男人恐怕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她，更没有把她当作平等的伴侣。晚上，林兰独自坐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灯火，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“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”她对自己说，“是时候为自己做些什么了。”第二天，林兰去银行查询了自己和周明的联名账户，令她震惊的是，账户里的钱所剩无几，而这些钱明明是他存进去准备装修新房的。当他质问周明时，他避重就轻：“我临时用了一点，过段时间就还上。”“用在哪了？”林兰追问。周明支支吾吾：“一些投资，你别多问了，反正很快就能赚回来。”林兰不再追问，但她已经决定自己调查清楚。她开始暗中记录周明的收支情况，同时联系了一位律师朋友，准备了解在婚姻财产方面的法律知识。无论如何，她不会让自己在这段婚姻中成为一个被利用的提款机。医院里的手术费问题仍悬而未决，周明每天都在催促林兰想办法。表面上，林兰答应了再凑点钱，但她内心已经开始了一系列行动。“老公，你不是说有存款吗？现在是急用钱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拿出来？”林兰趁周明心情好时问道。周明明显慌了神：“我那点钱不够啊，再说我最近投资亏了，
投资什么亏了这么多？林兰追问。一些股票，你不懂的。周明敷衍道，随后转移话题。对了，你那边筹到钱了吗？林兰点点头，我在想办法。趁着周明去医院照顾婆婆的时间，林兰开始了自己的调查。她先是查看了家里的账单和财务记录，发现周明确实有一笔不小的支出，但去向不明。随后，她联系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大学同学，委婉地询问了一些关于贷款记录的问题。朋友不便直接透露，但暗示他可以查看配偶的征信报告。这一查不要紧，林兰彻底惊呆了。周明名下竟然有一笔高达30万的贷款，而这笔贷款是在他们婚后第3个月办理的。正是他提出各管各的约定之后，当晚，林兰试探性地问道：“周明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贷款？”周明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随后恼羞成怒：“你查我？你凭什么查我？我只是无意中看到一些信息，想问清楚。”林兰保持冷静，别多管闲事。周明怒吼一声，摔门而出。周明的反应更加坚定了林兰的决心。第2天，她请了半天假，去医院看望婆婆。到医院后，她没有立即进病房，而是在走廊上等待时机。不一会儿，婆婆的病房门开了，小姑子走了出来。林兰赶紧躲到拐角处，听到小姑子正在打电话：“哥，你放心，嫂子那边我会帮你搞定的。她不是说手术费她来出吗？等钱到手，我们就按计划行事。”林兰心中一沉，继续躲在拐角偷听。小姑子回到病房后，婆婆的声音传来：“小明说了，他媳妇答应出手术费了。哥说他工资高，这点钱对他来说小菜一碟。”小姑子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。“那就好。”婆婆松了口气，等她把钱给了小明，咱们就有资金帮你买房了。妈，您放心，哥早就答应我了，说用嫂子的钱给我付首付。小姑子笑着说。林兰如遭雷击，浑身发冷。原来周明不仅瞒着她贷款，还打算用她的钱帮小姑子买房，而这一切都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。离开医院，林兰直接去了律师事务所。她需要专业的法律建议来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律师听完她的叙述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丈夫的行为已经涉嫌欺诈和隐瞒财产，我建议你先收集证据，包括贷款记录、转账记录等，为可能的法律诉讼做准备。”林兰点点头：“我会的。另外，我想了解一下婚内财产分割的相关法律知识。”回到家，林兰开始系统地整理证据，包括周明的贷款记录、可疑的转账记录以及婆家人的对话录音。她知道，接下来她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战斗。晚上，周明回来后，再次提起手术费的事情。“老婆，医院那边催得紧，你看。”林兰打断他：“我已经答应了，会想办法的。”周明松了口气，却没注意到林兰眼中的决绝。“对了，我前几天好像看到你和一个女人在咖啡厅聊天，是谁啊？”林兰假装漫不经心地问。周明明显紧张起来：“啊，哦，那是公司同事，讨论工作的事。”林兰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周明眼中闪过的慌乱，看来这个男人隐藏的秘密远不止他已经发现的这些。婆婆的手术日期临近，周明变得越来越焦躁，几乎每天都在催促林兰拿钱，而林兰则一边表示在筹集中，一边加紧自己的调查。通过律师的帮助，林兰获取了周明贷款的详细信息，贷款金额30万，用途竟然是购车，
而且是一辆中高档轿车。但奇怪的是，林兰从未见过周明开新车回家。你贷款买车了？一天晚上，林兰直接问道。周明脸色一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所以是真的了。车呢？林兰追问。周明支支吾吾，在4S店还没提，等攒够了首付再说。林兰冷笑一声，贷款不就是首付吗？你撒谎都不打草稿，你少管闲事。周明恼羞成怒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是想想怎么拿钱出来给我妈做手术吧。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？林兰反问。我们明明说好钱各管各的，现在你妈住院，为什么非要我出钱？周明怒视林兰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你不出钱，我妈的命就算是被你害的。这句话如同一根稻草，彻底压垮了林兰心中最后一丝犹豫。她平静地说，我会想办法的。第二天，林兰请了一天假，去了一趟车管所。通过查询，她发现周明确实已经购买了一辆新车，而且已经上牌，车牌地址登记在一个陌生的小区。这个小区她从未去过。随后，林兰驱车前往这个小区，在小区门口，她给周明打了个电话，假装有急事找他。周明慌张地说自己在公司加班，让他有事等他回家再说。林兰冷笑一声，挂断电话后，在小区附近的咖啡厅静静等待。2个小时后，他看到周明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驶入小区。林兰悄悄跟上，看到他停车后，径直走向一栋高层公寓。通过小区保安的闲聊，林兰得知这栋公寓里住着一位年轻女性，经常有个男人来访。保安还笑着说那男人肯定是她男朋友。林兰心如刀绞，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她需要更多证据。回到家，林兰继续翻查周明的财务记录，发现除了贷款买车，他还定期向一个陌生账户转账，金额不小。就在这时，周明打来电话，语气焦急，老婆，医院那边催得紧，你什么时候能把钱准备好？林兰深吸一口气，再给我2天时间。挂断电话后，林兰联系了律师，决定第2天去银行调取周明的详细转账记录。第2天，在律师的陪同下，林兰成功获取了周明婚后的所有银行流水记录。显示，周明确实有大量转账给一个名为李梦的账户，而这个账户的开户人正是那个小区公寓的住户。更令林兰震惊的是，周明还有一笔巨额转账给小姑子，时间就在上个月，金额高达10万元，而这10万元很可能就是准备给小姑子买房的首付。晚上，周明回家后，再次催促林兰拿钱。林兰故作平静地说，我明天就能筹到钱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周明警惕地问。我想看看你的手机。林兰直视他的眼睛，如果没问题，明天我就把钱给你。周明脸色大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信任我？信任是相互的。林兰冷静地说，你一直瞒着我那么多事，凭什么要我无条件信任你？周明恼羞成怒，拒绝了林兰的要求，并扬言不给就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说完，他摔门而出，显然是去了那个小区。林兰没有阻拦，他知道此时的周明已经慌了神，肯定会去找那个李梦商量对策。第2天一早，林兰来到了那个小区，在公寓楼下等待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周明和一个年轻女子一起走出来，两人举止亲密，显然关系非同一般。林兰拍下了2人在一起的照片，然后驱车离开。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，是时候采取行动了。回到家，林兰
正准备整理证据，突然发现书房的保险柜被打开，里面放着一份他从未见过的文件。出于好奇，他拿出来翻看，瞬间如遭雷击。这是一份私下协议，上面清楚地写着周明承诺给李梦的赔偿金额和付款计划，而协议的日期正是他们结婚前1周。林兰终于明白了一切，周明所谓的钱个管个的，不过是为了掩盖他向前女友转移资金的借口，而婆婆的病很可能也是他们设计好的一场戏，目的就是骗取他的钱。看着手中的协议，林兰的眼泪无声滑落。她以为找到了真爱，却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被精心算计的提款机。手握那份协议，林兰的心如坠冰窟。她颤抖着手指，仔细阅读文件的每一个字，试图理解这场针对她的骗局。协议显示，周明在与林兰结婚前1周，与前女友李梦签订了一份私下协议。协议中，周明承诺会在婚后3年内分期支付李梦50万元的分手费，理由是当初他曾承诺帮李梦还债，却在感情出问题后反悔，所以我只是个提款机。林兰喃喃自语，眼泪无声滑落。她继续翻看文件，发现了更多证据。周明贷款买的车实际上是给李梦的，那套小区公寓的首付也是他出的，而他向小姑子转账的钱其实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最终还是流向了李梦。林兰拿出手机，翻看周明与李梦的聊天记录截图，这是他从周明备用手机里找到的。周明，老婆最近起疑心了，我怕她查账。李梦，你不是说钱各管各的吗？他查不到的。周明，对，就是这招好使，他那么听话，一点都不怀疑。李梦，那你妈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周明，已经说好了，就说需要做手术，让他出钱。他工资那么高，10几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李梦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这样我们的房子首付就有着落了。看到这里，林兰几乎崩溃。原来婆婆的病也是假的，只是一个骗取她钱财的圈套。林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她知道现在不是崩溃的时候。她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律师的电话。张律师，我发现了一些新证据，能否请你立即过来一趟？律师很快赶到林兰家中，查看了所有证据后，脸色凝重。这些证据表明你丈夫存在欺诈行为，甚至可能构成婚姻诈骗。律师严肃地说，我建议你立即采取行动，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。林兰点点头，我该怎么做？首先，立即冻结你的个人账户，防止他未经你允许转移资金。其次，我们需要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同时准备离婚诉讼材料。就在林兰和律师商量对策时，周明突然回来了。看到律师在场，他明显慌了神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周明结结巴巴地问。林兰冷静地将协议和聊天记录放在茶几上。周明，这些都是什么？周明脸色煞白，随后开始狡辩。这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李梦早就分手了。那份协议只是什么？林兰打断他，只是你骗我的借口，所以钱个管个是你的圈套，婆婆的病也是假的。周明被戳穿后，态度立刻变得恶劣。那又怎样？你赚那么多钱，不就该贡献给家庭吗？你太自私了。林兰冷笑一声，家庭？你把钱都给了前女友，还有脸说我自私？周明恼羞成怒，冲上前想抢走证据，被律师及时拦住。周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行为，这些都是证据，如果你有任何不当行为，将被视为妨碍证据收集
会对你的法律处境更为不利。律师严肃警告。周明面如土色，瘫坐在沙发上。林兰平静地说：“周明，我们结束了。律师已经帮我准备了离婚协议，你可以看看。”周明一把抓过协议，迅速浏览后勃然大怒：“你疯了吗？要分割我婚后所有收入？凭什么？凭你的欺诈行为！”律师冷静回应：“根据证据，你涉嫌婚姻欺诈。法院很可能会支持林女士的诉求。”周明慌了，开始软化态度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李梦真的只是……”够了！林兰打断他：“我不想再听任何谎言。你可以考虑这份协议，或者我们法庭见。”看到林兰坚决的态度，周明彻底崩溃，跪在地上哭诉：“老婆，我错了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妈真的病了，手术费是真的需要啊！”林兰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妈病了？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看看。”周明顿时语塞，脸色铁青。律师对林兰说：“我建议你今晚就搬出去，以防他采取过激行为。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住处。”林兰点点头，开始收拾必要的物品。周明见状，想要阻拦，却被律师警告，这可能构成非法拘禁。临走前，林兰转身对周明说：“我一直以为爱情是平等的，没想到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一个提款机。从今天起，这个提款机永远关闭了。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充满谎言的家。离开家的第二天，林兰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动，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她冻结了个人账户，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，并正式启动了离婚诉讼程序。律师帮他准备的离婚协议中，明确要求分割周明婚后所有收入，包括他向李梦转移的资金，以及为小姑子投资的钱款。同时，鉴于周明的欺诈行为，林兰还要求精神损害赔偿。周明得知林兰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，慌了神。他先是软硬兼施，发信息威胁林兰：“你真要这样做，我就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。”随后又变得柔情似水：“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”林兰对这些信息不理不睬，只是默默将它们保存为证据。3天后，林兰接到了婆婆打来的电话：“兰兰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小明再怎么说也是你丈夫啊！”婆婆哭诉道。林兰冷静回应：“阿姨，您不是生病住院了吗？怎么有精力给我打电话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后婆婆支支吾吾：“我病情好转了一些，是吗？那您的手术做了吗？”林兰继续追问，婆婆语塞，最后恼羞成怒：“你这丫头太不懂事了，难怪小明说你冷血。”林兰轻笑一声：“阿姨，我已经掌握了所有证据，包括您和周明设计骗我钱的对话录音。如果您不想这些证据出现在法庭上，建议您不要再插手我和周明的事情。”婆婆闻言，顿时哑口无言，匆匆挂断了电话。第二天，林兰接到了小姑子的电话，对方一上来就是破口大骂：“林兰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哥？那些钱本来就该是家里的，你凭什么要分？”林兰平静地回应：“你是说那些被你哥转给前女友的钱，还是准备给你买房的钱？”小姑子一时语塞，随后恼羞成怒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”林兰冷冷地说：“如果你不想牵涉进来，最好保持沉默，否则我不介意让法院调查你在这起婚姻欺诈中的角色。”小姑子被吓住了，再也不敢多说什么。1周后，林兰在律师的陪同下
与周明在法院见面。周明看起来憔悴不堪，显然这几天过得不太好。老婆，不，林兰。周明低声说，我们能不能私下谈谈？林兰摇摇头，所有的谈话都必须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。周明脸色一沉，随后又强挤出笑容。那好吧，我想和你和解，能不能不要闹到法庭上去？你的提议是？林兰问道。这样吧，我认错，我们复婚，以前的事一笔勾销，我保证以后。不可能，林兰斩钉截铁地打断他，如果你真心想和解，就接受离婚协议上的条款。周明脸色阴沉下来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要的太多了，我凭什么给你那么多钱？凭你的欺诈行为。律师冷静插话，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你的婚姻欺诈，如果上法庭，你的处境会更难堪。周明沉默了，似乎在权衡利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外的人出现了，周明的妈妈。她看起来精神矍铄，哪有半点病容。兰兰，婆婆走上前，意外地柔和下语气，我知道小明做错了，但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再考虑一下？林兰冷笑一声，阿姨，您不是病得要做手术吗？怎么看起来这么健康？婆婆脸色一变，随后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我承认那个手术是假的，但你也不能把小明逼得这么紧啊。阿姨，请问是谁先设计骗谁的？林兰反问。婆婆被问住了，一时语塞。周明见状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对，妈，你告诉他，我们是真心悔改的。婆婆犹豫了一下，出人意料地说，兰兰，我不会为小明狡辩，他确实做错了，欺骗了你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。周明大吃一惊，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婆婆摇摇头，够了，小明，你做错了就该认。兰兰，我理解你的愤怒，如果你坚持离婚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，毕竟。林兰打断她，阿姨，如果您真的尊重我，就不会参与设计骗我的钱。很抱歉，我的决定已经做出，不会改变。看到林兰坚决的态度，婆婆最终叹了口气，对周明说，小明，这事是你不对，你自己解决吧。说完转身离开。周明目瞪口呆，没想到连母亲都放弃了为他辩护。律师趁机对周明说，周先生，考虑到目前的情况，我建议你接受协议条款，否则一旦上法庭，您的处境会更加不利。周明垂头丧气，最终妥协。好吧，我签字，但我要声明，我是被逼的，随你怎么说。林兰冷冷地回应，只要你履行协议即可。周明不情愿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正式结束了这段充满欺骗的婚姻。离开法院时，林兰回头看了一眼颓然站在原地的周明，心中竟有一丝怜悯。但她很快收回目光，坚定地走向新生活。离婚3个月后，林兰的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。根据离婚协议，周明归还了婚后转移的所有资金，包括给李梦的分手费和小姑子的投资款。同时，他还支付了一笔不小的精神损害赔偿金。这笔钱，林兰并没有全部用于自己，她拿出一部分捐给了一家致力于婚姻法律援助的公益组织，希望能帮助更多像她一样遭遇婚姻欺诈的女性。一天，林兰在咖啡厅工作时，偶然看到周明和一位中年女士坐在角落里，神情焦虑地交谈着。仔细一看，那位女士正是李梦的母亲。林兰曾在调查周明时见过她的照片，好奇心驱使下，林兰坐在了能听到他们谈话的位置。阿姨，
我真的没钱了。周明哀求道。离婚时，林兰拿走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，我现在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。李梦母亲冷冷地说：“这不关我的事，你答应给梦梦的钱，一分都不能少，否则我就把你们的丑事公布出去，看你还怎么在公司立足。”周明苦着脸：“阿姨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”林兰听得暗自冷笑。原来周明不仅欺骗了他，还在李梦那边玩花样。这世上果然不存在骗子的忠诚。几天后，林兰在公司收到了一封意外的邮件，发件人是周明的小姑子。林兰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配合哥哥欺骗了你，我现在遇到了麻烦，能不能见面聊聊？抱着谨慎的态度，林兰约在了一家人多的咖啡厅。小姑子如约而至，看上去憔悴了许多。什么事？林兰开门见山地问。小姑子支支吾吾：“就是哥给我的那笔投资款，其实我没有用来买房，而是听信了一个投资项目，结果全赔光了。现在哥让我还钱，但我真的没有。”林兰冷笑一声：“所以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想让我帮你还给你哥？”小姑子脸一红：“不是，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可以介绍给我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还钱。”林兰有些意外，沉思片刻后说：“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份工作，但前提是你要诚实告诉我，当初你们是怎么设计骗我的。”小姑子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点头：“其实一开始哥就打算找个工资高的女人结婚，目的就是为了帮李梦还债。他和李梦分手后，李梦威胁要曝光他的一些丑事，所以他答应分期给李梦钱。那钱哥管哥的提议呢？”林兰追问。那是哥想出来的主意，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发现他在给李梦转钱。小姑子低着头。至于妈假装生病，也是他们商量好的，目的是一次性拿到一大笔钱。林兰冷笑：“真是好算计。”小姑子惭愧地说：“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，被哥哥许诺说会给我买房，所以才配合他演戏。现在想想，真的很对不起你。”林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确定他不像是在演戏，便说：“我公司最近确实有个行政助理的职位空缺，但要从基层做起，工资不高。”小姑子连连点头：“没关系，能有工作就好，谢谢林兰姐。”林兰摇摇头：“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改变。如果你真心悔改，就好好工作，靠自己的能力还清债务。”1个月后，林兰在回家路上偶然遇到了周明的母亲。婆婆看起来苍老了许多，眼神中充满了疲惫。“兰兰！”婆婆犹豫地叫住她。林兰礼貌地点点头：“阿姨。”婆婆欲言又止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我为小明的行为向你道歉，他现在过得很不好。李梦那边一直在逼他还钱，他甚至开始借高利贷了。”林兰冷静地说：“阿姨，他的选择，他自己承担后果。”婆婆点点头：“你说的对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教育他，让他变成了这样。”看着婆婆真诚悔过的样子，林兰的心软了一些。“阿姨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希望这件事能让周明明白，诚信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婆婆感激地点点头，欲言又止地看着林兰。林兰知道她的意思，轻声说：“如果周明真的走投无路，我可以介绍他去我朋友的公司应聘，但前提是他必须真心悔改，不再欺骗任何人。”婆婆眼中闪过一丝感激：“谢谢你，兰兰，你真是个好姑娘。”半年后，林兰的生活完全步入正轨，她获得了工作上的晋升，也在一次公司活动中认识了一位真诚的男士。
而周明据说已经开始在林兰朋友的公司工作，虽然职位不高，但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生活。李梦早已另觅新欢，彻底离开了周明的生活。小姑子在林兰公司表现出色，已经获得了一次小小的升职。她常常感谢林兰给了她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一天，林兰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打开后，她发现是周明发来的一封长长的道歉信。信中，周明真诚地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感谢林兰在他最低谷时给予的帮助，并承诺会用余生来弥补自己的错误。林兰看完信，轻轻关上了电脑。窗外阳光明媚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。她想起了那个荒谬的约定，婚后前个管个，现在想来，那不过是一场骗局的开始。所幸她及时看清了真相，勇敢地站了出来。前个管个背后隐藏的不是平等，而是算计。真正的婚姻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共同成长的基础上。林兰微微一笑，收拾好东西，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。这段经历虽然痛苦，却让她更加坚强，也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诚与信任。那些想要靠欺骗获取利益的人，终将自食其果，而那些勇敢直面真相的人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